美海军不断增兵印太，2艘航母加2艘两栖攻击舰齐聚炫舞，在台湾以东海域举行双航母演练，到底有何图谋？蒂黎波里号携14架 F-35B 驶入日本，如何补强航母空缺？又如何协助新跳岛战术？一定程度上让他去执行了航母的任务，这个围堵中国的意味，这个是应该来讲是比较明确的。俄乌冲突依旧焦灼，俄军攻入北顿涅茨克，与乌军展开怎样激烈巷战？俄宣布对运抵基辅的西方军援进行精准打击，西方又将如何保证军援运输？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称，从6月2号至4号，美国和韩国在冲绳岛附近公海海域举行了为期3天的联合军演，这是时隔4年多以来，美国航母首次参加美韩联合军演。韩国海军的马罗岛号两栖攻击舰、世宗大王号驱逐舰、文武大王号驱逐舰参加了演习。美国海军则出动了里根号航空母舰、安蒂塔姆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本福尔德号伯克级驱逐舰、大号角号补给舰参演。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两国进行了防空、反舰、反潜、后勤和海上封锁行动。这第一个信号呢，就是说明美韩在军事方面呢，又开始了加紧了。这呢也表明韩国现在呢正在选边站队，而不是再像之前那样的去保持一种相对中立的态度。第二个信号呢，那就是对朝鲜呢去进行威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韩国还有美国呢一直在指责朝鲜呢不断的进行了导弹试射，所以就是美韩呢在一起进行这样的军事演习，对朝鲜呢进行施压进行威慑。第三个呢，就是可以看出来，这个明显的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呢投入更大的这种军事力量，还是呢以军事力量呢去对地区的局势进行影响。值得指出的是，除了与盟友联演，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日前还跟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分别机动至冲绳东南海域进行双航母演习。根据美海军第7舰队5月28号发表的声明，里根号和林肯号航母正在第7舰队行动区内进行部署，当时在接受垂直补给。声明还展示了双航母打击群进行的部分演练内容，包括弹药补给、消防演习等。虽然美海军第7舰队并未提及具体演习地点，而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官方微博账号5月29号发布消息称，根据美国航母 C2A 舰载运输机的 ADS-B 信号和卫星遥感影像，美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和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分别从日本横须贺和硫磺岛转至冲绳东南海域，主要活动区域位于台岛东北方、冲绳东南海域。这一地点和日本防卫省此前公布的中国航母辽宁舰编队演习区域接近，但更为靠北。有分析指出，中国辽宁舰编队前脚刚走，美国航母打击群后脚就到，挑衅的意味非常浓厚。辽宁舰在美国的海军的很多人看来是假想敌，所以美国方面的很多人认为呢，就是这个辽宁舰的训练，那么要进行认真的研究。那么辽宁舰的训练的区域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在美方看来代表了解放军对未来海上态势的一些判断？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无论是航母展开，包括这个区域的这种气象条件包括这个区域的这种相关的，比如说整个的这个电磁环境那么这些呢，美军当然也希望在演习中来进行一个认真的这种，我们说是测试也好，或者是进行这种仔细的这个摸索也好。但总的来说呢，我们说这个围堵中国的意味这个是应该来讲是比较明确的。美海军双航母打击群集合炫耀武力，其战力如何呢？综合美国海军协会网站以及第7舰队发布的消息来看，这次演习中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是今年1月3号开始进行海外部署的，搭载第9舰载机联队，下辖的水面舰包括1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4艘伯克级驱逐舰。而里根号航母一直部署在日本横须贺，不久前完成大修，重新部署，搭载第5舰载机联队。有观察指出，单航母打击群的舰载机联队包括9个中队，其中4个战斗机中队，1个装备 EA-18G 的电子战机中队，1个装备 E-2D 的预警机中队，
1个后勤支援中队，外加2个分别装备 MH-60S 和 MH-60R 的直升机中队。第5和第9舰载机联队的主要区别是，前者的4个战斗机中队均为 FA-18EF 超级大黄蜂中队，后者则用1个 F-35C 闪电中队代替了超级大黄蜂中队。这也是美海军航母舰载机今后的发展方向。而且，美海军老牌舰载机近年频频出现坠毁事故，也让外界颇多质疑。6月3号下午，美海军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机在加州莫哈维沙漠坠毁，导致1名飞行员死亡。去年10月，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机在加州海军航空武器站坠毁。2020年10月，也有一架超级大黄蜂坠毁于加州勒穆尔。这2次事故，飞行员都顺利弹射逃生。但在2019年，一架超级大黄蜂在内华达州与加州之间的死亡谷国家公园坠毁的事故中，就没那么幸运了。除了导致飞行员死亡以外，还造成7名在观景台的游客遭碎片击中受伤。自 F-35C 问世以来，五角大楼就决心将其打造为航母的核心战力，替换大黄蜂。由于 F-35C 的产能有限，当前阶段只能与大黄蜂 FA-18EF 进行混搭。相较于大黄蜂， F-35C 在技术上全面占优，特别是隐身性能突出，航电系统更先进，打击能力更强。F-35C 虽然是单发，机体比大黄蜂 FA-18EF 要小一些，但攻击力却没有减弱，总载弹量为6至7吨。它的2个内置弹舱均可同时容纳1枚 AIM-120C 中距空导弹和1枚 GBU-32型捷达姆精确制导炸弹，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增加6个外部挂架，可挂载美军现役几乎所有种类机载武器，既可以进行隐身作战，又能够在获得制空权后外挂武器，非隐身出击。对此，有评论指出，美航母搭载 F-35C 硬要跑去跟同样拥有隐身战机的国家进行对抗，尤其是跑到人家家门口，也很难占到便宜。你就看到美国人不断的开始在这个区域增加航母的数量，因为你每一个航母上面现在就10架，有些可能航母还没有10架。未来美国人是准备要把这个10架 F-35C 提到14架。但是它也做不到44架全是 F-35C。如果说你考虑到俄罗斯或者其他的这些有5代机的国家来讲，那么这个时候 F-35C 在格斗中基本上我们讲很难占到便宜，因为美国人是到别人家的门口去耀武扬威，甚至要打仗，所以这个主场优势不占的情况下，处于下风可能才是一个更正常的结果。为了遂行所谓的印太战略，美国在去年就已经将60%的海军部队部署到了印太地区，这个数据还在不断增大。5月29号，美国级2栖攻击舰2号舰蒂黎波里号自2020年服役以来首次驶入日本横须贺基地，甲板上停放着14架 F-35B 战机。而美国级2栖攻击舰首舰美国号早在2019年就部署到了日本横须贺，这也意味着美海军现役的2栖美国级攻击舰都到了西太，释放出了强烈信号。再加上美国级2栖攻击舰可搭载 F-35B 战机，最多可搭载20架，也被称为闪电航母。目前在西太俨然呈现美海军2+2 4艘航母态势。F-35战斗机数量再被刷新。不过，有观察也注意到，美海军对于蒂黎波里号驶入横须贺基地显得有些低调。蒂黎波里第1次部署却如此低调呢，是因为美国海军其实也知道 F-35B 的这个闪电航母概念，应该来讲在实验室状态下 OK， 那么但是真正到海上面，是不是能够保证可靠？包括 F-35B 这个飞机是不是真的就靠谱？那么现在美国人其实自己也是要打问号了啊，因为之前我们也看到英国的闪电航母伊丽莎白女王级其实也出了一些相关的事故，所以美国方面呢，这个认为在这个区域呢要进行更多的实战化的这种相关的训练和测试，然后呢可能才能最后证明蒂黎波里的这种改装和升级啊，基本上是成功的。评论员白梦辰还指出，美海军将蒂黎波里号派往西太，也有可能是其航母染疫的后遗症。就是我们其实看到2年前，当时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因为疫情的缘故，
导致这个没办法在海上执行任务。那个时候，美国方面就把美国号的这个等于实际上是2栖打击群啊，就是一定程度上让它去执行了航母的任务，至少保持了这个区域所谓海空力量的存在。虽然这个存在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实战的效果也要打问号，但是呢，维持了美国海军的面子。外界也有观察认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出云号航母已经改装完成，很可能成为美航母不足的备用方案。美国防务新闻网站6月3号报道，日本计划将其最近改装的出云号航母派往印太地区进行年度部署，在未来4个月内进行一系列演训活动，包括6月在夏威夷附近海域举行的多国环太平洋演习和9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卡卡杜2022演习等等。这也是日本出云号具备起降固定翼舰载机能力之后，首次参加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出云号的第1阶段航母化改装已经完成，并于去年10月与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进行起降试验，成为2战之后第1艘可以搭载固定翼飞机的日本舰艇。不过，日本购买的 F-35B 还没到位，这一次行动出云号将不会搭载 F-35B。而美军的 F-35B 战机很有可能会在演习中在出云号上进行起降，以提升双方互操作的能力。现在其实对于出云来讲，就是你的航母改装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日本人不知道。F-35B 在哪儿，日本人也不知道。那么出云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变成一个所谓的闪电航母，最后要看美国人的态度。所以现在来讲，出云一定会更多的在演习呀，包括在美国的一些这种涉及到印太的这种相关的行动里面刷存在。那么只有它的这个存在得到了各方的注意，那么这个出云的最终我们说达到一个航母状态呢，才是有可能的。如果要是说美国人找不到出云的重要性，那么出云很有可能就是个备胎。短片中提到，美海军蒂利波里号日前停靠日本横须贺，再加上部署在日本的美国号，美海军目前服役的2艘美国级2栖攻击舰都到了日本。请教一下杜先生，您对此事如何看？美国重型航空母舰数量有限，如果在日本周边大量部署这种轻型的闪电航母，无论是机动速度、作战空间、作战能力都能够达到一定要求。再加上日本距台湾距离相对比较近，如果从日本出发，那么到达台海周边所需要的时间周期相对较短。所以目前看呢，无论是在横须贺部署的重型航空母舰、闪电航空母舰，包括在关岛所部署的战略轰炸机，主要目标瞄准的就是有可能的台岛冲突。6月3号，美海军一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在加州莫哈维沙漠坠毁。去年10月也发生了超级大黄蜂类似事故，再联系到 F-35C 南海坠毁，引发外界广泛讨论。请教一下蓝先生，美海军舰载机为何事故频频？美国海军这一次的这个事故的话，它出事的是这 FA-18。那么这种飞机的话，其实它事故率非常的高，就是说比现在 F-35要高得多。那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曾经半年之内，它有9架 FA-18坠毁。而且的话，它这个飞机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出事的时候，飞行员死亡的概率特别高。按理说它装备的都是马丁贝克的这个弹射座椅，然后其他这个弹射或者是紧急弹射这个机制也很齐全，但是的话，它大部分的这个事故里面的飞行员都死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的话，美国海军没有像这个 F-35或 F-15或 F-22一样，对这个飞机进行彻底的这个调查或者停飞。因为我觉得的话，它这个安全体制是有问题的。6月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自特别军事行动展开以来，俄军已经摧毁乌克兰190架军机、129架直升机、1127架无人机、330套防空导弹系统、3424辆坦克等装甲战车、473台多管火箭炮、1795门野战火炮和迫击炮、3446辆特种军用车辆。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2号向卢森堡议会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着乌克兰约1/5的领土。俄罗斯军队正在巩固对顿巴斯地区的控制，并稳步向该地区的行政中心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连日来，俄乌交战最激烈的地方是卢甘斯克地区的北顿涅茨克市。
有视频显示，俄军已经攻入北顿涅茨克超过1个星期，双方陷入街头激战，随处可见炮火和硝烟，时不时出现炮击声，几乎成为了这里的日常。По будинку. Ні. Їй-бу, хто йобнув, по будинку в'їбали, там, тому. 这是乌克兰媒体日前公布的一段视频，通过第一视角记录了乌军在北顿涅茨克市内作战的现场。按照乌方官员当时的说法，俄军已经控制北顿涅茨克大约80%的城区，乌军则缓慢而有序地向城市西部的工业区及隔河相望的利西昌斯克撤退。而俄军也已经开始收紧对利西昌斯克的包围圈，并对乌军向当地运送补给的公路进行打击，双方展开激烈的交战。Работа орудия приходится наблюдать блиндажей. Работает орудие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Нанесли несколько ударов, затем расчеты прячутся в укрытие. Ну,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мы также находимся в укрытиях, чтобы ответный снаряд нас не поразил。目前，北顿涅茨克争夺战仍在继续。不过，有观察认为，北顿涅茨克一手由俄军完全控制，只是时间的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称，俄军在北顿涅茨克市的城市巷战中开始使用重型火焰喷射器。北顿涅茨克市约2/3的房屋已被摧毁。观察指出，俄军使用的重型火焰喷射器为 TOS-2托索奇卡，也被称为是俄军最强大的非核武器。在此前针对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阵地的打击活动中首次使用，利用远程奔压弹进行清场式轰炸。尽管超过80%的北顿涅茨克城区已经被俄军控制，但乌军方面并无撤离的计划。卢甘斯克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谢尔盖代还称，约有800人躲在北顿涅茨克市阿佐特化工厂的地下防空洞里，其中包括数量不明的当地居民、儿童等。不过，盖代否认阿佐特化工厂将成为下一个遭受长期围困的亚速钢铁厂。不过，美国战争研究所则指出，乌军正在逐步撤出北顿涅茨克市，不打算在此死守到底，必须保存有限的有生力量和作战资源。即使像北顿涅茨克这样的城市，它也没有像马里乌波尔那样的像亚速钢铁厂那么坚固的，而且很复杂的这种相当于这种依托这种钢铁厂的这种基础设施去和俄军周旋它没有这样的条件。只是普通的城镇一些居民房屋、一些公共设施，实际上俄军稳扎稳打，乌军这边还是抵抗不住。当然，这个时间上可能就会有一些拉锯因为城镇战毕竟比如说俄军想要把每栋楼里边的这个对方的人员这个武装力量都肃清的话，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那么它推进的速度在这种城镇肯定不如在野外旷野平原上推进的那么快。俄军拿下北顿涅茨克就意味着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州，特别军事行动第2阶段目标就基本达成。6月1号，俄国防部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就对外透露了特别军事行动第3阶段的目标，包括控制尼古拉耶夫州、敖德萨州和哈尔科夫州。俄军将在清除顿巴斯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乌政府军后进军上述3州。俄军不仅稳步推进，相较于特别军事行动初期，士兵伤亡人数也有了很大的减少。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卡尔塔波洛日前表示，国防部3月份公布的数字最大，有1351人阵亡。目前当然还有伤员，但已经没有这么多人阵亡了。这是改变作战战术和方法的结果。这一战术正在带来可以感受得到的结果。俄罗斯传媒指，俄军少将第29集团军参谋长库图佐夫在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战斗中阵亡。当时，库图佐夫所坐的车被乌克兰军队突袭，他在战斗中死亡。有观察指出，俄乌目前正面对抗主要表现为大炮对射。在整个乌克兰战场上，尤其是在顿巴斯地区，俄乌集中了2000门以上的大口径火炮。虽然双方炮兵装备同出一脉，但从装备总量、妥善率、相关技术改进、有效战斗力等几方面来讲，
俄军显然要胜过乌军一筹。因此，美西方国家近来不断加码对乌军援，大规模提供重型地面装备。日前，拜登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这将是美国国会批准对乌追加400亿美元一揽子援助中的第一笔支出，也是美国针对乌克兰的第11个安全援助计划。据悉，海马斯可携带6枚火箭弹或1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采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时，具有打击300公里以外目标的能力。不过，美方此次援助乌克兰的弹药仅是中程火箭弹，射程为80公里。可能他们真的担心乌克兰，比如说拿海马斯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进而挑起俄罗斯和美国直接的这个冲突。美国实际上，他有他纸老虎的那一面，就是说，实际上他内心里是惧怕和俄罗斯直接发生冲突的啊，他要控制这个冲突的规模啊，要控制这个冲突的发展，不要让这个局势失控到直接美俄的直接的对峙啊。其实他们美国军方这些人也可能会考虑，可能这些海马斯也不一定会发生多大的作用啊。但是在当下的情况下，乌军在乌东地区战事非常的不利啊，又对西方施压，要求提供这样的武器，可能美国最后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拿出来一些。